昔日曹操曾豪言壮语地说过：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他敢如此说，正是因为他有掌控这个世界的能力。强者总有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，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成为像曹操一样的强者？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解析强者三字经：不讲理，不合群，不入局。所谓不讲理，并非让我们无理取闹，而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。无论是在家庭、职场，还是面对尊长、弱者，甚至是面对冲突与不公，想单纯靠讲理来解决问题都是不切实际的。就拿在家庭生活来说吧，很多人在外面应酬惯了，回到家还总想着跟爱人讲理，但其实家庭需要的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道理，而是温暖的爱。假如一个男人总喜欢跟老婆讲道理，只能说明他已经不爱她了。试想，当你拿出一大堆论据跟伴侣分析是非对错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只会更加失望和寂寞。所以无论你在外面有多么光鲜，回到家都要卸下理性的面具，多给家人一些包容和关怀。而在职场和生意场上，人们追求的同样不是道理，而是利益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不管你有没有道理，把利益交代清楚了，大家都会鼓掌叫好。反之，就是你再有理，也难逃被孤立的下场。所以，职场中最稳妥的相处之道，不是跟同事和客户讲大道理，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，帮助他们获得利益。唯有如此，你才能赢得尊重，才有立足之地。再说说面对长辈和上级的时候，讲理就更不合时宜了。这个时候，最重要的是一个理字。无论你做得多么正确，在尊长面前都要表现得恭敬有礼，谦逊有加。你越是理直气壮，就越容易被贴上不懂事、不识大体的标签。如果遇到了强势的领导，你就更要懂得隐忍，表现得更加谦恭有礼一些。唯有如此，才能避免树敌，悄悄蓄积自己的力量。当然，面对弱小的人，我们同样不能总去讲理。对待下属和晚辈，更需要讲究的是人。韩信有言：凡用人者，各因其才，分其职业。意思是，作为领导者，要善于发掘每个人的长处，给他们适合的位置，而不是处处都去挑剔下属的毛病。面对手下，强者的仁慈体现在给他们机会，给他们灵活的空间去成长，去创造，而不是事事都要讲个明白。当下属觉得被信任、被尊重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追随你。反之，如果一味地对他们讲道理，只会让他们觉得你越来越不近人情，最终离你而去。在面对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同样不能单纯靠讲理来解决问题。比方说，当你和别人发生争执，甚至大打出手的时候，就算你占理，也难逃法律的制裁。现如今，执法部门在处理打架事件时，首要考虑的不是谁有理，而是动手的严重程度。只要你出手伤人，无论有没有道理，都要负法律责任。所以，与其争个理不理，不如多想想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同理，在面对不公平待遇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用法律来讨公道，而不是只会喊冤叫屈。就像之前那个著名的奔驰女车主事件，当事人之所以能讨回公道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少道理，而是他懂得用法律维权的方式。在发现 4S 店存在欺诈行为后，他没有只是在网上吐槽，而是以车内静坐的方式，在合法的前提下把事情闹大，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，最终才迫使商家低头认错。可见，与其只会喊冤讲理，不如多学点维权的本领，才能在这个不讲理的世界里占得一席之地。当然，不讲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无理取闹，没完没了，那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智了。正如吕不韦所言，凡事有度，过犹不及。我们拒绝被道理所累，但也要恪守基本的是非曲直，懂得适可而止，这才是强者的通达与睿智。接下来，我们再谈谈强者的第二个字眼：不合群。
不合群这3个字，在很多人眼里都带有一种负面的味道，似乎不合群就等同于孤僻、古怪、不合作。但事实上，当你仔细观察那些真正的人生赢家时，你会发现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些特立独行，都不愿随波逐流，盲目的凑热闹、攀交情。他们之所以甘愿不合群，并非因为性格孤僻，而是因为他们深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的社交都是低效的，都难以给自己带来实质性的提升。就拿生活中最常见的应酬来说吧，酒局、饭局、泡吧、嗨歌，表面上看，通过这些社交活动，你可以扩大自己的人脉，展示自己的魅力，获得更多的机会。但你可曾想过，在这些场合结识的朋友，能有几个真正懂你、愿意帮你的？恐怕没几个吧。更多的时候，这些社交不过是在应付，在敷衍，在消耗时间和金钱，难以给自己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还有一些人，为了显得合群，总喜欢一个劲地刷存在感，恨不得时时刻刻都置身在人堆里。他们害怕孤独，害怕被边缘化，就算身处低质量的社交圈，也要硬着头皮去凑热闹，生怕自己显得格格不入。殊不知，这种盲目的从众和攀附，非但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归属感，反而会让你迷失自我，忘记了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。反观那些强者，他们从不在无效的社交中浪费自己的时间，他们更愿意沉下心来，独处一室，用心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提升自己的见识和才华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，是那些整天在人情世故中周旋的人难以企及的。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言，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都是在独行中诞生的，所有真正深邃的灵魂都是在沉思中修炼的。当然，不合群也并不意味着万事都要独来独往，对他人不理不睬。恰恰相反，那些看似特立独行的强者，反而更懂得建立高质量的人脉。他们不屑于泛泛之交，却格外珍惜那些真正懂自己、欣赏自己的知音。在他们眼里，社交从来不是目的，而只是达成目标的手段。他们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去迎合别人，却愿意为了共同的理想去赢得志同道合者的支持。因为唯有跟最优秀的人在一起，他们才能砥砺前行，不断超越自我。再进一步说，不愿随波逐流，敢于离群所居，这背后是一种生而为人的勇气和自信。那些整天盲从、攀比的人，之所以如此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就是因为内心缺乏安全感，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更好的生活。而那些敢于不合群的强者，之所以能潇洒地离开芸芸众生，淡然处之，是因为在漫长的独处磨练中，他们已经构建起了强大的内心。他们笃信，只要自己足够优秀，就一定能吸引到最懂自己的贵人，就一定能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正所谓以诚感人者，人亦诚而应。当你拥有独特的灵魂，并且愿意为之孤独前行的时候，你终会遇见那些真正欣赏你的同路人。所以那些嘲笑你不合群的声音，你根本不必在意，因为他们只是因为你的特立独行而感到不适罢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需要合群，他们只需要做好自己，静待时间给他们一个完美的答案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强者修炼的最后一个自觉：不入局。老子有云：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澳门赌王何鸿燊曾坦言，人生不赌才是赢。这位叱咤风云的商界传奇虽然以赌场起家，但他本人从来就不赌钱，也不许家人赌钱。可见，不随波逐流，不轻易卷入纷争，这才是大智慧者的通达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质疑和攻讦。
很多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下意识的就是去解释、去辩驳，试图向别人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。殊不知，这种自证清白的做法非但不能平息非议，反而会让自己更加被动，更加疲于应对。古人有云：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当有人存心要抹黑你的时候，你再怎么解释都是于事无补的。他们提出质疑，无非就是想诱使你按照他们的逻辑去自辩，一旦你开始解释，无论说什么都逃不出对方设下的话语陷阱。你越是着急去证明，他们反而越是不依不饶，直到把你逼到无言以对的境地。所以，当我们面对那些居心叵测的质疑时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入他们的局，不去自证，也不去回应。就像那句话所说的，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，不懂你的人解释了也不明白，与其白白浪费口舌，倒不如用沉默和行动去打败流言，用结果去说明一切。只要问心无愧，坚定前行，时间自然会还你一个清白。正所谓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你越是去辩解，反而越容易被捕风捉影的人抓住把柄。唯有不入局，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。同理，当我们身处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时，保持内心的独立和超然也至关重要。在社会心理学上，有一个泡菜效应的说法，它是指当不同的蔬菜放在同一个缸里腌制时，时间久了，它们就会变成同一种味道；而当同样的蔬菜放在不同的缸里时，它们就会有不一样的风味。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当你无法影响身边的人时，你就很容易被他们同化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那些成天愁眉苦脸、牢骚满腹的人，其负面情绪就像一种病毒，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染给你，让你变得跟他们一样消极。反之，如果你置身于一个积极向上的群体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你也会变得更加阳光，更加进取。所以，强者一定要学会筑起自己的心理防线，免得被周围的泡菜汁腌坏了味道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尽量远离那些酸葡萄心理重、总爱抱怨的人，对那些老爱给你灌输负能量的话语，学会冷处理，不买账。与其跟他们共情，倒不如保持距离，给自己一个清静的空间，去做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只有超然物外，不随波逐流，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自我，不被周遭的浑浊所污染。当然，保持独立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依然要热心去施以援手，雪中送炭，予人温暖。只是在面对负面情绪和无谓的纷争时，我们要学会不卷入是非，不被负能量裹挟，这是一种睿智，一种定力，更是一种选择。当别人对你冷嘲热讽，试图挑衅你、激怒你的时候，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不与他们一般见识。那些试图把你拉入战局的人，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搅乱你的心神，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，让你无法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。一旦你中了他们的圈套，就等于让他们的算计得逞了。所以，当有人恶意重伤你的时候，明智的做法不是去争辩，而是不予理睬。你越是去解释，反而显得欲盖弥彰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唯有不入局，不上当，时间久了，那些无中生有的流言自然就会不攻自破。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，善言者无唇舌之争，善事者无众寡之谈，不与小人斗口舌之勇，动嘴皮子功夫才是大智慧、大本事。人有不同，观点有别，这很正常。但在表达分歧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学会换位思考，用同理心去理解对方，而不是非要争出一个你死我活。很多争论之所以变得面红耳赤，并不是因为观点有多么不同，而是因为彼此都缺乏最基本的尊重，一味想从对方的失败和认输中获得快感。但强者的思维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明白，争强好胜从来都不是睿智之举，真正的强大在于不与他人争高下，在于让自己变得更好。
与其跟别人针锋相对，不如砥砺前行，超越自我；与其较真计较，不如大度豁达，给彼此留一些余地；与其斤斤计较，输赢得失，不如淡然处之，专注自我提升。唯有不卷入无谓的争斗，才能赢得最后的尊重。总而言之，不讲理、不合群、不入局，看似消极，实则是一种极高的情商和智慧。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，那些能够不被表象所迷惑，不被浮华所诱惑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他们不盲从，不攀附，不迎合，始终保持一份独立、淡定的心境，朝着自己的理想和方向一路前行。或许这注定是一条孤独的路，但正如尼采所言，与其随波逐流，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，不如孤独地成为自己。只有那些敢于离群所居、敢于独辟蹊径的人，才能抵达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，成就无与伦比的自我。虽然我们并非每个人都是曹操那样的天之骄子，但只要拥有强者的心法，以不讲理、不合群、不入局的态度对待人生，我们就一定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，平和而从容地度过这一生。正所谓处众人之所恶，行众人之所不敢行，这是强者的勇气，更是我们每个凡夫俗子都应具备的生活智慧。在这个浮华喧嚣的尘世中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，都在追寻内心的宁静与自在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却常常迷失了自我，被各种各样的是是非非所牵绊，被周遭的声音所左右，无法听从内心的声音，走自己想走的路。这时候，不妨反思一下强者的3大心法：不讲理、不合群、不入局。虽然这几个字眼乍一看似乎有些消极，甚至有悖常理，但若能深入领会其中的奥妙，便会发现这恰恰是一种极高的情商和智慧的表现。首先，所谓不讲理，并不是让我们无理取闹、蛮不讲理，而是告诉我们，在很多时候，讲理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。无论是在家庭还是职场，无论面对的是亲疏贵贱，我们都无需处处讲理，样样较真。就拿婚姻生活来说，夫妻之间哪有什么道理可讲？家庭需要的是爱与包容，而非无休止的争辩和理论。很多时候，你越是跟伴侣讲道理，反而会让感情越来越冷淡。所以，回到家就请收起你的逻辑和算计，多一些耐心，多一些温暖，用心去经营这个小小的港湾。最后，不入局则在告诉我们，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相人情，要懂得超然物外，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。很多时候，是非曲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对错成败也并非一成不变。与其把自己的情绪和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辩上，不如淡然处之，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，去做那些真正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情。当别人对你指指点点的时候，最好的回应就是不予理会。你越是去反驳，反而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被动。真理自在人心，不需要你去处处辩解。学会不卷入是非，不被负面情绪裹挟，才能保持内心的从容和淡定，才能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风雨。善良和正义是做人的底线，面对他人的苦难，我们依然要伸出援手，给予温暖和希望。只是这种善意是出于本心，而非迎合他人的期待；这种正义是内心的呼唤，而非外界的压力。唯有不被外物所扰，不被虚名所累，才能真正的踏实而坦荡，活出内心的丰盈。人这一生总是在不断的选择和取舍中度过，选择简单还是选择踏实，选择随波逐流还是选择逆流而上，选择向现实低头还是选择向梦想冲刺，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抉择，却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。强者之所以强大，不仅仅在于他的才华出众，更在于他的心性坚韧不拔。不讲理、不合群、不入局，看似消极，实则积极；看似软弱，实则坚强。唯有拥有这样的心态，才能在纷繁无杂的人情世故中独善其身，才能在浩瀚无垠的生命长河里踏浪前行。我们每个人
都应该向强者学习，修炼自己的心智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学会用不讲理的淡定面对是非，用不合群的勇气追寻自我，用不入局的睿智化解纷争。如此，方能在岁月的洗礼中越来越清透，越来越通达，成就无愧于心的人生。正所谓大道至简，大智若愚。懂得了强者的生存哲学，你就懂得了生命的真谛。不在意他人的指点，不在乎外界的喧嚣，让内心成为一汪洪澈的泉水，宁静而深邃。用一颗强者之心去对待人生，用一份淡定从容的态度去面对风雨，如此，你就是你生命中最耀眼的主角，最值得祝福的强者。愿你我都能拥有强者之心，以不讲理的洒脱，不合群的勇气，不入局的淡定，活出无愧于心的精彩人生。在纷繁芜杂的世间，我们或许不能决定自己的处境，却一定能决定自己的心境。用心去修炼，用爱去包容，方能卓尔不群，成就无悔人生。这才是生命的真谛，人生的大智慧。关注我，我识才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